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这是一个40年前的故事。18岁那年，父亲一夜之间由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了牛鬼蛇神。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。陈丽芬也因此失去了招工的资格，前途一片暗淡。无奈之下，母亲为陈丽芬决定了一桩婚事，而结婚的对象是上海郊区的一个特等残疾的男人，比他大10岁。年轻的陈丽芬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往这样的火坑里推，可母亲的劝说却是那样沉重。跟那个男人不是过日子呀。这个李强根正苗红，虽然工伤常病假在家，但有全部的劳保工资和医疗补助，还能解决妻子的就业问题。有了他，我们说话做人都底气足些。你就委屈点吧，不为自己，也为全家。一句不为自己，也为全家，让陈丽芬心软了。虽然陈丽芬心里万般不愿意，虽然她流了一夜的眼泪，但善良的她还是放弃了反抗。两人没有谈恋爱，仅有的几次交流都是通过书信。信中，李强把自己的病历抄给了陈丽芬：腰部以下完全瘫痪，尿道断裂不能修补，膀胱造瘘手术后离不开一根导尿管和一只接尿瓶。李强和弟弟李威两人相依为命，生活基本上完全不能自理，请他慎重考虑，千万不要勉强。1972年底，陈丽芬和李强正式登记结婚了。新婚之夜，客人陆续散去，陈丽芬站在大橱的镜子前，端详着自己青春靓丽的容颜，那双晶亮的眼眸里闪出的却是无奈的泪花。她将新房的灯光调到最暗，呆呆地坐在了床头的一角，望着李强残疾的身躯。婚后的日子静如死水，生活中许多事情是琐碎的，对正常人来说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，李强都需要有人服侍。于是陈丽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：早晨起床为李强倒掉尿瓶儿，帮助他大便，给他的膀胱造瘘消炎换药，推着他到外面散步，接着回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。幸好李强的弟弟李威看到陈丽芬那么辛苦，扛煤背米的粗活重活他都抢着干。李威的懂事体贴让陈丽芬很感激，作为回报，他常常为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叔子洗衣服。婚后，陈丽芬被安排在镇政府的招待所工作。在招待所里，陈丽芬能听到各种奇闻异事，还能碰到天南地北来的人。虽然既要伺候家中的残疾丈夫，又要上班，但她却感到累得充实。每天上班，陈丽芬样样抢着干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一个看起来这么瘦弱的女人，为何竟能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运转着。只有她自己明白，她希望一天到晚繁重的劳动能够消耗掉自己所有的精力，她想让自己每天晚上倒头就能睡着。陈丽芬在工作上的努力和精心伺候丈夫的突出表现，让她获得了单位和同事们的认可。1975年，她被招待所评为先进个人。从领导手中接过奖状的那一刻，陈丽芬的脸上漾开了笑纹，心中有着难以抑制的欣慰。她告诉自己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光阴无休无止的流逝，陈丽芬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，从先进个人、五好家庭到模范妻子，各种奖牌接踵而来。不知不觉，
陈丽芬已经成了30岁的少妇，她愈发觉得无法承受这些荣誉，模范妻子的头衔几乎快成为了贞洁牌坊的替代品。1982年底，陈丽芬又被评为了模范妻子。那天，大红花大奖牌被敲锣打鼓地送到了陈丽芬的家中，领导们称她为全镇精神文明的旗帜。面对领导的赞扬，陈丽芬露出了苦涩的笑容。晚上，看着那张大奖牌，看着身边可怜的丈夫，陈丽芬想到了自己10年来的酸楚，忽然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了出来。一旁明白妻子心思的李强嘲讽地问：“你后悔了是不是？当初我可是什么都没有隐瞒，吃苦也是你自讨的。”陈丽芬一听，心头像被锋利的锉刀来回挫着，泛出无际的悲哀。陈丽芬强忍着委屈的泪水，将李强伺候妥当，扶到了床上。等李强熟睡后，陈丽芬悄悄地来到了厨房，她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发泄一下自己千言万语也诉不尽的苦闷。巧的是，李强的弟弟李威这时也来到了厨房。这些年来，单身的李威一直和哥嫂生活在一起，互相照应。他心中对嫂子既钦佩又同情。此时看见陈丽芬红着眼眶杵在那儿，李威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连忙上去安慰嫂子。陈丽芬脱口发出一声悲叹：“唉，要这些奖牌有什么用？谁也不知道我的苦处。”那一刻，说不上是什么动机或者缘由，李维内心涌上了一股热流，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牵起了陈丽芬的手。陈丽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去了李威的房间，他来不及拒绝，也顾不上考虑后果，就接受了他的第一次洗礼。这一夜令陈丽芬刻骨铭心。之后，两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，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耳鬓厮磨。只是他们的行为可以瞒过李强，但陈丽芬肚子里躁动着的新生命却无法瞒得住。几个月后，陈丽芬发觉自己怀孕了。深夜，她将此事告诉了李威，李威吓得不知所措。经过反复商量，两人觉得只有2条路：一是打掉孩子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；二是生下孩子和李威生活。陈丽芬决定选择第2条，她想拥有做母亲的权利。第2天，陈丽芬和李威双双跪在了李强面前，向李强忏悔。李强明白事情的原委后，缄默了许久，才愤愤地开口：“我本不想原谅你们，可总是李家的香货。但李威必须离开上海，不要再出现。”陈丽芬和李威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可又无法反驳，最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宣判结果。对哥哥心存愧疚的李威当晚就收拾行李离开了上海，去外地打工了。这个孩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生了下来。李强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让陈丽芬觉得很忐忑，他没想到李强会让他生下孩子，当然更不会想到李强竟会对他进行身体摧残。女儿的诞生给陈丽芬干枯的生命带来了一点活力。有时看着女儿可爱甜美的样子，陈丽芬不禁会走神，想起那刻骨铭心的一夜。
妻子细微的神情变化自然逃不过李强的眼睛。从那以后，李强的性情变得十分怪异暴躁，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着法儿折磨陈丽芬。一天夜里，李强用命令的口气让陈丽芬脱光衣服躺在床上。陈丽芬不知道丈夫想干什么，战战兢兢地照做。不料李强对她挑逗一番后，竟俯下身体撕咬她的胸部和私处，痛得陈丽芬嘴唇都咬出了血，却又不敢大声叫出来，生怕被人听到。难道我要守着一个男人这样过一辈子吗？看着李强满脸扭曲的样子，陈丽芬在心里反复问着自己这个问题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有一天陈丽芬咬着牙问李强：我们离婚吧，但我还是一样伺候你，好吗？李强一听，顿时脸色惨白，似乎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。他扶着轮椅往后退了几步，愤然威胁道：如果你敢，我就先死在你面前。那斩钉截铁的语气让陈丽芬意识到，丈夫绝对不仅仅是威胁。这之后，陈丽芬吓得再也不敢提离婚这两个字。她告诉自己，就是为了女儿也要坚持下去。她把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转移到对女儿的养育上，把全部的爱都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。女儿渐渐长大了，懂事的女儿不仅生活自理能力强，还能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，给爸爸倒尿瓶子，这让陈丽芬觉得人生有了希望。然而生活又一次将她推入了深渊。1992年春节前夕，陈丽芬和以前的老同学搞联欢，大家兴高采烈地互相合影留念。其中有一个当老师的男同学也和他合拍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在陈丽芬看来平常无奇，随手放在了家中写字台的抽屉里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丈夫经常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翻她的包、记事本和抽屉。没过几天，这张照片就被李强发现了。李强暴跳如雷，严厉地质问陈丽芬：你说这个野男人是谁？陈丽芬并没有太在意，将当时情况如实解释了一番。李强一脸的不信，哪个正派女人会随随便便的单独和别的男人照相？不是单独，当时是有很多人在一起的，有很多人，为什么照片上只有你们两个人？陈丽芬被问得哭笑不得，她知道继续争辩下去只会越描越黑，便索性不再解释了。李强怎么肯轻易罢休呢？第二天，他便召集了一群朋友，神情严肃地说：现在有个第三者要插足我的家庭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警告他，教训他。于是一群仗义的朋友冲到那位男老师的家里，狠狠将他揍了一顿，还砸烂了很多家具。短短几天里，陈丽芬的出轨事件传遍了街头巷尾。陈丽芬彻底绝望了。一个女人从18岁到40岁，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，含辛茹苦地照顾着这个苦难的家，压抑着自己的情感，伺候特等残疾的丈夫，可到头来却是这样的下场。一种长期积郁在心底的痛苦和怒火喷涌而出。陈丽芬为自己痛下了决心，我要离婚。1993年夏天，陈丽芬第一次正式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，被法院驳回。之后十几次，陈丽芬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可依然是同样的结果。这个不幸的女人，在她的每一份离婚诉状的最后，总是写上这样一段话：考虑到我婚姻的特殊性，为了尽量不让组织为难，不让李强为难，我希望离婚不离家，
当他一辈子的特别护理员。如果他实在不愿意与我生活在一起，财产和孩子一切都随他挑，我绝不与他争夺。我只要解除这种无爱婚姻的枷锁。我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生活伴侣，和我共同分担生活的重负。但这些诚恳的话语还是打动不了领导。镇政府和招待所的领导见他屡教不改，亲自上门为他做思想工作。你离什么婚呢？跟你做了那么多工作，硬是听不进去啊！陈丽芬委屈地哭了出来。不是听不进，是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我的身体快垮了，精神也快崩裂了。领导劝他，你要不是嫁给李强，还不见得有工作，人是要讲良心的。陈丽芬愤怒了，我这20年整个青春都葬送了，我只要求离婚不离家，还没有讲道德良心吗？难道我现在连普通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？领导无法反驳，只能说，你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，有法律判决吧。陈丽芬不甘心，继续一次次的往法院跑，可每次都失望而归，得到的回复都是还要研究研究。一个同情他的办事员悄悄告诉他，已经为这个事情开了好几次讨论会了，领导谁也不敢表硬态，谁都怕背上这个包袱，担心一旦准予离婚，李强会大吵大闹无法收场，更担心这个五好家庭闹个离婚收场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。这番话让陈丽芬彻底明白，只要不准予自己离婚，所有的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。回到家中，陈丽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两臂经霜时，突然感到心如死灰。想想自己几年来上百次上诉，不但没有摆脱不幸的婚姻，心中的苦闷反而伴随着自己不幸的婚姻逐步升级。当晚，万念俱焚的陈丽芬来到了郊县的一座尼姑庵。他把满头青丝剪掉后，希望尘世的烦恼也能统统随之化为灰烬。然而，入世容易出世难，人世间的纷扰如何能说断就断？几天后，上初中的女儿来到了尼姑庵，跪在母亲的面前，请求她回家。是啊，女儿还小，需要母爱，需要人照顾，生活来源更是需要依靠母亲。陈丽芬抱着年幼的女儿失声痛哭。那以后，陈丽芬求菩萨宽恕，白天上班照顾女儿，晚上在尼姑庵进行修炼，过着半入红尘半入庵的生活。一直到女儿中专毕业，陈丽芬才完全脱离红尘，开始一心一意的修行。如今这个女人还在尼姑庵，已经近60岁了。扪心自问，她的悲剧是人为造成的。即便当年是她自己答应了这桩错误的婚姻，20多年的受苦受难也该可以解除枷锁了吧？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她那颗受伤的心重新寻找新的港湾呢？对她来说，挨打莫过于心死。她的不幸，她的悲剧，逼得她走投无路，最后无奈地选择了出家为尼。